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长相思收官后追杀，85花的待播古偶杀疯了，杨幂、赵丽颖争艳。暑期爆款《长相思》第1季已经收官，剧粉连呼剧荒，不知道以后看啥。别着急，接下来还有一大波古偶剧待播，而且每一部的期待值都拉满。尤其是处于顶流位置的几位85花，几乎人人手握至少一部 S 级古装作品，造型也是一个赛一个的美。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追完小妖的故事之后，看谁呢？1. 赵丽颖与凤航，预计播出时间10月、11月。随着2015年《花千骨》的收视纪录被打破，也预示着赵丽颖自此成为大女主候选女演员，也打开了她演绎玄幻古偶剧的新大门。尽管在先后演绎了《楚乔传》《知否有匪》等古装剧之后，年过30岁的赵丽颖一度期待着凭借不同题材的作品转型成功，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她会放弃古偶市场。毕竟这种题材是目前电视剧主流市场的一部分，与凤航也做到了未播先火。虽然前段时间只是发行了首版预告，站内的预约人数便超过了200万，足见人气之火。作品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碧苍王沈黎与神君行止的爱情故事。女主沈黎便由赵丽颖饰演。男主是曾与他有过合作的林更新，这是两人再续前缘。沈黎是一只小凤凰，但同时身为魔界贤珠而生的碧苍王，为逃婚而遇到了男主，展开一段缘分。此剧于去年年底杀青，但拍摄过程中赵丽颖的部分造型早已经露透了。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虽是好战的碧苍王，但造型上却相当柔美。尤其是古偶剧常用的鲶鱼须刘海，增加了这个角色的温婉感。而整体的造型上没有多余装饰，突出了她的人物特点。纱裙也以浅色系为主，给人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除了赵丽颖之外，剧中还云集了曾黎、宣璐等优秀的女演员，品质上是有保证的。2. 杨幂狐妖小红娘月红篇。预计播出时间2024年。杨幂主演的《狐妖小红娘》月红篇原本预计今年8月播出，但因为各种原因一推再推，最终错失暑期档，目前被传明年才能与观众见面。这部作品改编自驼小新的漫画，是被诸多网友期待的大 IP 之一。杨幂饰演的涂山红红是涂山法力第一人，被称为东湖。小时曾经救过男主东方月初，两人的缘分自此展开。月红篇是狐妖小红娘漫画首次改编成影视作品，因此呼声也不低。今年3月，该剧发布了海报，站内预约人数也瞬间破了100万。可以说，曾经成功拿出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狐珠夫人》等古偶作品的杨幂，拍摄同题材作品已经轻车熟路。加上她自带媚态的长相，拿捏一个小狐狸的角色不在话下。造型方面，从片方公布的海报来看，涂山红红以一红一白2套服装出现，气场十足。但是也有人认为她的扮相过于风尘，和本人北京大妞的气场并不相符。倒是月红篇中的女配角都相当惊艳，饰演涂山雅雅的是戏好人却不太红的郭晓婷。角色的人设异常高冷，非常符合演员本人的气质。饰演姐妹团中千面妖容涂山蓉蓉的则是000花胡莲心，她去年曾在人世间中因饰演周蓉的女儿冯月获得关注。除此之外，陈瑶、陈都灵、祝绪丹、安月熙等女演员也都在其中，且每一位的扮相都极美。剧中的男主角则是芊芊公子龚俊饰演，他之前凭借《山河令》中的男主角温客行赢得了广泛的关注。龚俊在诠释古人时特点鲜明，
主要是由于其长相俊美且正气十足，身材高挑，在古偶剧中很容易给人鲜衣怒马的少年风韵。而今年已经37岁的杨幂，也在拍摄完这部古偶之后开始转型，并因在和秦昊合作的《哈尔滨1944不征帆事件》中获得好评。3. 刘诗诗一面关山，狐妖小红娘竹叶篇，预计播出时间2024年。一年关山是刘诗诗阔别荧幕3年之久的回归之作，她因为结婚生子，将更多精力放在家庭经营上，不得已暂停了事业。直到2022年9月，她进组一年关山，并饰演英姿焕发、风骨飒爽的女侠任如意。尽管刘诗诗早年曾出演过诸多古装剧，还被外界评为天选古人，但事实上她并没曾演过这种打戏非常多的侠女形象。不过由于刘诗诗自小习武，身姿卓越，加上又长相清冷，在扮相上就与任如意非常贴合了。而在另一部《狐妖小红娘竹叶篇》中，刘诗诗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相比杨幂饰演的涂山红红，刘诗诗饰演的东方怀竹则更显清幽淡雅，单看剧照便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纯粹感，令人梦回龙回。不过竹叶篇的男主却落在了有点糊的男演员张云龙手中，加上一年关山的男主角是网红出身的刘宇宁，导致外界纷纷猜测刘诗诗资源降级。确实，一年关山中的路透照中，刘宇宁与刘诗诗的 CP 感不是很强，甚至被网友狂怼，真尴尬。而竹叶篇中的男主王权霸业是个前后落差不小的形象，他前期痛苦颓废，但并不缺少神秘感，同时又要带着帝王的高傲和气质，对于演员的要求很高。小道消息，竹叶篇的剧组曾经接触过林更新，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谈拢，导致14若曦没有再续上前缘。不过无论如何，刘诗诗可以重新以古装剧回归，对于粉丝而言是倍感期待的。而能否经受住大众的审视，还得2部作品播出了之后再看。4. Angelababy 相思令，预计播出时间2024年。今年1月末才开机的《相思令》是杨颖在陈圆之后的古偶力作，本剧改编自席卷的小说《抢来的新娘》，也算童年中的一难忘了。作品讲述了娇俏绝俗的君绮罗乔装打扮去西夏经商，却被一个契丹男人掳走，自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从杨颖自己杀青时放出的剧照来看，她的造型仍旧绝美，尤其适合异域风情的服饰。不过在女扮男装的造型中，杨颖似乎没有《长相思》中的杨紫豁得出去，仍旧是清秀温婉的样子，只是多了一丢丢英气而已。和刘诗诗面临的问题差不多，在《相思令》中，她搭档的男1号是比自己小整整10的小生宋威龙。宋威龙虽然手握以家人之名、君子盟等作品，但屡次因演技不成熟受到质疑，并不是最热门的小生。杨颖自从与黄晓明离婚之后，虽资源仍在，戏是一部接一部的拍，却始终没能搭档上更强劲的一线男星，一直在提携弟弟们。但这似乎并不妨碍她的美丽。从路透照看，男女主角2人之间还有大量的虐心戏，杨颖常常被拍到在哭，令人非常心疼，也因此被粉丝夸赞演技在进步，哭戏令人共情。5. 景甜灼灼风流乐游原四海仲宁，预计播出时间灼灼风流2023年8月19日，乐游原2023年10月。大唐荣耀和司藤之后，景甜终于甩掉了捧不红的标签，尤其是在经历了和张继科的那段孽缘之后，她仿佛涅槃重生一般，如今手握多部作品待播，都很令人期待。首先是已经确定2天后便与大家见面的与冯绍峰主演的《灼灼风流》。此剧根据随遇而安的小说曾风流改编，
讲述了一心考取功名的女官穆卓华与战神男主角刘演彼此救赎的爱情故事。景甜早年以人间富贵花的标签出圈，因此从长相上来说，便与剧中的女主角穆卓华很有反差感。加上已经35岁的她，逐渐褪去了傻白甜的少女感，从扮相上给人一种温婉大气的感觉，男装扮相则主打一个温润如玉。而该剧中的女2号，则是同样以素颜、美丽出圈的王丽坤，两位美人同具争艳，很令人期待。而预计10月播出的另一部《乐游原》中，景甜搭档的是新晋小生徐凯，他饰演的则是掩饰真实身份的将军独女崔琳。在扮相和气质上，崔琳与穆卓华完全不同，给人坚毅、英气的味道。而且据说男女主角在此剧中会有诸多打戏，配角方面也找来了曾黎饰演萧妃。除此之外，景甜还有一部即将杀青的《四海仲明》，该剧改编自伊代雪的小说《我有3个龙傲天竹马》，也是一部仙侠剧。该剧的男主角是1997年出生的张凌赫，比景甜小9岁，曾凭借在《苍兰诀》中表现崭露头角。目前南方环手握和白鹿主演的《宁安如梦》待播，也在《狐妖小红娘》月红篇中饰演胡伟生，扮相绝美。6. 唐嫣念无双，预计播出时间2024年。除了以上5位颜值、实力都在一线的85花，均将贡献至少一部古偶剧。不是85花却一直被当成85花的唐嫣，最近也有一部新的古偶剧开机，那就是《念无双》。但是由于在剧中唐嫣的造型并不好看，还被粉丝一直抗议。大家都觉得唐嫣的贴头皮造型非常少见，而且头套太过厚重，看起来并不飘逸，直接拉低了唐嫣的颜值。甚至还有人直接给出了修改建议。这部《念无双》其实是唐嫣产后复出之作《燕云台》之后的第2部古偶剧，因此期待值拉满，但却在拍摄过程中便因为造型拉胯引起粉丝及网友的不满，有点可惜。不过唐嫣在结婚生子之后一度淡出荧幕，回归家庭，年初却因为上了综艺节目，表现的少女感十足，令大家欣慰。在诸多85花中，唐嫣明显是直到如今也生活的很甜的女性代表，尤其是生产之后，又增加了松弛感，很接地气儿。《念无双》改编自14郎的小说《天下无双》，唐嫣饰演的神女无双，在下凡刺杀狐族大祭司袁仲之时，却发现事情另有隐情。在调查过程中，两人逐渐相爱，最终携手并战，挽救了世界。男主角狐族大祭司袁仲由古装剧男神刘学义饰演，他被称为3届钉子户，胜在长相贵气，颜值不低，两人同样是姐弟恋 CP。以上9部由不同85花带来的古偶剧，你最期待哪一部呢？而大家心心念念的《长相思》第2季将在今年年底播出，届时咱们再和小妖、枪玄、涂山璟、香柳等人再续前缘吧。